嘿，各位老铁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今天咱们不聊别的，就得好好掰扯掰扯最近民航局那个王炸级别的通知，真是让人心里一紧，但又觉得暖烘烘的，因为它关乎咱们每个人的空中安全，特别是那些空中飞人或者准备暑假出门浪的朋友们，这事儿可真得听仔细了，不然到时候在机场被拦下来，那可就尴尬的想钻地缝了。说真的，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中国民航局发布紧急通知，从6月28号开始，禁止咱们带那种没有3C 标识，或者3C 标识模糊不清，再或者干脆就是那些被厂家召回了的有问题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上飞机。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哎呦喂，这规矩可真够严的。但转念一想，民航局这次可是真的操碎了心，这不就是为了咱们能平平安安的起飞，稳稳当当的降落吗？咱们先来科普一下，啥是充电宝？简单说，它就是咱们手机、平板电脑的救命稻草啊。电量告急的时候，它就像个移动的小电站，哗啦啦就把电续上了。那这 3C 标识又是啥呢？听着有点专业是不是？别怕，咱们用大白话讲，3C 认证全称是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它就像是国家给咱们买的电子产品颁发的一张身份证，或者说健康证。有了它，就代表这个产品经过了国家严格的质量和安全检测，符合咱们国家对产品安全的标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只有通过了层层考核，证明自己是个乖宝宝的充电宝，才能拿到这张通行证。没有这张证，或者这张证模糊不清、不合法，那他在民航局的眼里可就是个危险分子，随时可能惹出大麻烦。为啥民航局这次突然发飙呢？其实背后的原因真是让人心惊肉跳。大家还记得吗？今年以来，空中充电宝起火冒烟的事件简直是多发，这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危险。你想想看，你在万米高空正惬意地看着窗外的云卷云舒，或者美滋滋地刷着剧，突然不远处的行李架或者座位底下冒出了一股白烟，紧接着可能就是火苗乱窜，那场面简直是灾难片现场啊！整个机舱瞬间会陷入恐慌，那种无助和胆战心惊，光是想想都让人后背发凉。我记得有一次我坐飞机，邻座的充电宝没啥问题，但旁边一位乘客的移动电源突然发热，那个温度简直能煎鸡蛋，吓得空姐都赶紧过来处理。那一刻空气都凝固了，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种事件简直是给航空安全敲响了最响亮的警钟，它就像一个隐形的炸弹，随时可能引爆。更让人揪心的是，近期连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头部品牌充电宝厂家都因为发现自家产品的电芯，也就是充电宝的心脏，那个储存电力的核心部件存在安全风险，不得不把大量批次的产品召回。召回是什么概念？就是厂家自己承认，我生产的这批货可能有问题，不安全，你们赶紧拿回来，我给你们换或者退。这还不是最狠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这个掌管咱们老百姓消费安全的大管家，更是直接对一些充电宝和电池芯厂家撤销甚至暂停了他们的 3C 认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就像是直接给这些问题宝宝判了刑，取消了他们的合法身份，直接把他们挡在了安全大门之外。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民航局能不着急吗？能不痛下决心吗？所以这次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他们决定进一步加码，采取更严格的管控措施，就像给天空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安全网，不让任何一个定时炸弹混入机舱。他们还特别强调，机场安检部门必须加强检查，像火眼金睛一样把那些不合格的充电宝统统拦截下来，严防他们蒙混过关。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像古代的守城将士，一丝不苟地检查每一个入城的人，确保城内百姓的安宁。那咱们普通老百姓作为消费者，作为乘客，能做些啥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赶紧回家检查检查你的充电宝，它有没有那个小小的3C 标志，仔细看看，是不是清晰可见。有的充电宝那个3C 标小的跟芝麻粒儿似的，或者印的模模糊糊，好像是喝醉了酒印上去的，这种都得警惕。它就像充电宝的身份证，没有或者不清楚，你就别指望它能带着你的手机上飞机这趟特快列车了。其次就是要关注那些被召回的型号和批次，别以为自己买的是大牌就万事大吉，有时候大牌也可能翻车。所以平时多刷刷新闻，关注一下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召回信息，这就像给自己买了个保险，提前知道哪些雷不能踩。如果你的充电宝不幸中招了，千万别抱侥幸心理，赶紧按厂家要求处理，别让它变成你旅途中的隐患。说真的，这事儿不光是民航局在管，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咱们买东西，尤其是电子产品，真的不能只图便宜或者光看颜值。那些没有3C 认证的3无产品，或者价格低到离谱的，他们的背后可能就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简直就是美丽陷阱，随时准备把你拉进危险的深渊。安全无小事，特别是在密闭的机舱环境里，一点小火星都可能酿成大祸。所以这次民航局的铁腕措施，我个人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它既是对我们生命的守护，也是对空中秩序的维护，更是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厂家和问题宝宝的严厉警告。所以朋友们，该换的换，该扔的扔，为了咱们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这点小麻烦真的不算什么，毕竟没有什么比平平安安的出行更重要了，对不对？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条信息对你有帮助，或者你身边有朋友还不知道这个新规定，赶紧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别让他们在机场白跑一趟，到时候真是哭都来不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